這是一台納智捷 N7， 接下來我們要處理它的噪音問題。沒錯 ，CP 值高，科技感滿滿。但很多人開久了開始發現一件事：電動車不是應該很安靜嗎？為什麼速度一上來，風切聲、胎噪音反而更明顯？而車主也發現了這個問題，所以來找我們升級它的隔音。一起來看看我們是如何解決的。台灣的車納智捷的 N7， 最近討論度也是非常的高。當時 N7 一出來，所有人应該都嚇到了。為什麼啊？因為納智捷不是已經低調很久了，就最近拿一個 CP 值很高的 N7 哦。那說到電動車，就會聯想到什麼？里程焦慮，這是大家比較在乎的問題。它可以跑多遠啊？然後開起來好不好開啊？除了這些問題，其實還有很多的人會來問我們，就是它的隔音到底好不好？電動車不是應該要很安靜嗎？電動車它雖然沒有引擎的噪音沒錯，因為它最吵的引擎噪音沒了，最凸顯的反而是它的風切聲、胎噪聲會更明顯。因為我們開油車的時候都習慣了引擎的嘈雜，加上跟環境音、風切啊、胎噪啊混在一起。那很多油車的車主換到電動車之後呢，就會覺得奇怪，怎麼感覺換電動車更吵？那今天車主來找我们，想必就是要來做隔音了。那他要做什麼部位啊？今天車主來找我們是做全車的膠條，還有4輪輪拱，而且是輕量化進擊版。懂選哦。電動車做隔音聯想到就是這個輕量化的材料。你如果車底的負載越重，那它的里程消耗當然就越多啊。所以呢，我們就開發出了一款輕量化的隔音材料，讓我們能享有隔音升級的同時，就不會被重量而拖累。哇塞，太讚了吧！那進擊版它是厚度最厚，效果最好。然後又是輕量化的一種材料，輪上1公斤，輪下10公斤，所以不是很多什麼鍛造框啊、鍛造的螺絲啊，就是把這個重量降到最輕，駕駛起來的感覺也會不一樣。我們就直接帶大家來看一下台灣之光納智捷 N7， 它裡面的隔音材料是有附還是沒附？它輪拱裡面到底裝的是什麼？為什麼車主會覺得吵呢？那我們就一起來帶大家揭秘。它的內軌板呢有2種螺絲，第一個就是我們一般的螺絲配這個墊片，再來呢就是這個塑膠的卡扣。它的這個內軌板就是用這2種去把它做固定。像這有2種種類，我們就把它分類，這樣我們到時候在復位的時候才知道什麼孔位要對應什麼螺絲。在我們清潔之前，這個線呢我們會把它拆除，為了就是等一下在實作的時候可以做得更完整。因為這台車它也跑1萬出頭。超級多，那拆下來根本就是一個沙塵暴。隨便手一摸，全部都是黑的。對啊，很髒哎。所以呢，我們貼之前要先把它清潔乾淨，先用水把我們的沙土先帶掉，先做一個預洗，再用我們的泡沫清潔劑把它整個都覆蓋，再用我們的刷子去刷它，讓它鈑金面都是呈現最乾淨的狀態，摸起來是澀澀的。這樣子我們再做粘貼，它可以很牢固的粘貼在上面。那我們現在清潔完之後呢，把它吹乾。吹乾之後，我們就要看它的孔位，哪裡需要預留，對齊好這些位置之後，就可以拿我們的自證材把它貼上去。前輪全部都已經貼好，它的構造非常的複雜。那我們開孔呢，就是用工具把它開得很圓，讓它整體一致性比較美觀一點。那你看它的角度這麼多的轉角，我們就要用我們的工具去滾它。而且滾轉角的時候要特別注意，它需要一步一步的去密合貼合鈑金，不能讓它中間有空隙。這樣子呢，它不僅沒有貼到，效果也會大打折扣。像這種比較硬的管線，我們一樣用特殊的工具，比較細長型的，可以伸進去做滾動，讓這種小地方細節處也可以滾得很扎實。接短這邊呢也有貼，讓這個隔音的效果更好，加起來呢聽起來就會非常扎實，非常爽。就這邊呢，有的原廠會加上隔音墊，像這台 N7呢，它就是空空如也。那我們呢就貼上我們的隔音墊，把這邊填補起來。那邊也有貼自證嗎？一樣都是先上自證，然後再上我們的隔音墊。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A 柱這邊，它也是一個小空間，只要有空間呢，就會有共鳴產生的可能。而且它又是靠近車室的地方，所以很多原廠在這裡都加隔音墊，不是沒有原因的。我們現在全部貼完了，就要做保護啊，這個避震啊、碟盤啊、這些線路啊，還有這個洞啊，都把它貼起來。貼保護是為了做什麼？因為我們等一下噴隔音塗層。一來是保護我們這些零件，再來呢可以調整出我們一些美觀的線條，就是有點像畫畫會貼紙膠帶的那種概念。雖然我們的材料都防水，但剛剛提到的隔音塗層，它可以防水又防鏽。哇！畢竟它也是輪子在外面跑的嘛，下雨啊、水汽什麼也會灌進去，所以呢就需要我們的隔音塗層來防護我們這些材料，讓它保護更上一層樓，隔音也更上一層樓，讓它防水又更防水。沒錯。後輪的自證跟前輪其實做起來是差不多，
做法根本是一樣的，就是要把孔位預留。再來呢，它的隔音墊跟前輪不一樣，一樣是坐在靠近車室的地方，坐在這邊，讓我們噪音不要那麼直接的衝進去車室裡。你看，因為剛剛有把保護做，所以呢，我們的塗層都非常的直，非常好看。做完就是這樣子亮亮，整個全黑，看起來就像原厂機器人噴的一樣。因為我們塗料不止配方有特殊設計，連我們的噴頭讓它噴出來都可以比較均勻。那它这樣乾燥的時間是不是会比較長？就大概抓到90分鐘。哦，那還蠻久的。讓它完整乾燥。這個就是我們納智捷 N7 的內規板。因為它內規板呢非常大一片，所以就知道它的輪拱有多大。輪拱越大呢，它的共鳴聲的回繞就會越明顯。那它前後輪的材質是不一樣，前輪是用這種塑膠的材質，像塑膠這種材質呢，我們敲就知道。這種石頭在打的聲音呢，也會比較明顯。在後輪呢，它是用這個絨毛的材質。那你看 N7 呢，它是這個休旅車後車廂的共鳴會比較明顯，所以原廠把後面做加強，選用這個絨毛的材質。但它原廠有附什麼隔音的材料嗎？你看它這裡有嗎？全部都空空如也啊，這一點就比較可惜。對啊，它這個那麼大的內規板沒有吸音棉也沒關係，因為我們等一下把它清潔乾淨之後，也會上一層我們的吸音棉。讓它多上一層，就可以把噪音有效阻隔在外。那貼上這個吸音棉呢，還會再加上我們特別的一層。等一下影片到後面，大家就可以看到。我們清潔內規板的時候，先用水把它表面的泥土先沖一遍，再用我們的泡沫整個全部覆蓋起來，然後就開始刷，把它刷乾淨。那像很多邊邊角角的地方也不要放過，那也是最容易卡髒東西的地方。因為這種絨毛的材質啊，它都會吸很多泥水在裡面，所以我們沖的時候就一直沖，一直沖，把那個泥水把它帶出來，沖到那個水變成比較清澈，就代表它已經洗乾淨。然後用我們的吹風機把它吹乾，像在吹頭髮一樣。全部都乾了之後，就可以來上我們的吸音棉。吸音棉在貼的時候一樣，我們的螺絲孔位要預留。像這個內規板，還有一些轉角的地方，也是要把它壓緊實，然後要回推，不能拉扯。貼好之後呢，就來上我們的隔音塗層。剛剛前面有提到我們的吸音棉，它原本就防水，那為什麼我們還要噴呢？就是讓它更防護，隔音效果可以更好。畢竟這個輪子是在外面跑的嘛，輪子是在外面的啊，所以讓它保護起來。周圍先封起來之後，再把中間做噴塗，噴完的成品就會像這樣子，非常的平整光滑。那這個乾燥時間也是一樣長嗎？一樣也是90分鐘，等它乾就可以跟我們輪拱結合復位。那我們這樣總共有幾層啊？我們這樣子，我們輪拱一層至正，再來是隔音墊。隔音墊完之後，我們就會上我們隔音塗層，全部把它包覆起來。內規板這邊就上吸音棉，還有隔音塗層，所以輪拱的部分我們就有5層的工法，每一層都有很多細節藏在裡面。那我們這樣做完，開起來會是什麼感覺？感覺底下變比較扎實，變比較沉悶的感覺，就有點像是關了一扇門，它聲音不會不見，但是呢，它就是會讓聲音變小聲，變比較悶，聲音變比較遠。針對底下的噪音，我們也可以做底盤啊、後箱啊，尤其像很多大型車做機場接送的，就會做底盤跟後箱。他們底盤都很大一片，對啊，然後整個全部貼滿，就看起來很爽。底盤的客人幾乎都選輕量化的，像頂棚，很多人覺得下雨很吵，然後又覺得說太陽曬得很熱，剛好我們有賽普勒高效隔熱吸音墊，可以阻隔噪音，又可以隔熱，整個雙效合一的新產品 ，CP 值超級無敵高。內規板復位啊，大家還記得我們前面提到的小盒子，因為我們螺絲都有分類好，所以我們在復位的時候非常快速，快很準，全部都復位完成，就要把我們的輪子也一起復位。那螺絲用對角去鎖，先用手鎖緊，再用工具去把它鎖緊。那我們這樣子做呢，它的受力就會比較平均。最後下來再用扭力扳手，對角都把它咔一遍。那我們輪拱隔音正式結束，那我們就直接來做我們的全車膠條。大家一定很好奇，難道它原廠沒有附膠條嗎？講真的，每一台車都有不一樣的配置，不同的品牌、不同的車型、不同的定位、不同的設計。像我們就是要把原廠不足的去補足，把這些縫隙都把它填補起來。那膠條隔音工程都完成，來帶大家來看我們做了哪些部位。首先是這邊 A 柱，在我們靠近車頭地方的這裡，這一條門縫把它做填補，風進來的時候就不會因為這個縫隙產生出風切聲。再來是 B 柱，
一樣把這個縫隙填起來。那你看它 B 柱原廠上面它就有附了，但是下面呢卻沒有，不知道為什麼那麼多車只附上面，然後下面就不用。再來是 C 柱這邊整個到最底下，然後後面呢就有我們的尾側還有尾上，把這裡填補起來。那我們的膠條不只有隔音的效果，它還可以防塵防水。你看我們車平常有灰塵下雨的話，是不是很多髒水啊污水會跑到我們車子裡面，每次在清潔的時候是不是就很麻煩？那現在我們把膠條填補起來，就可以讓污水不要那麼直接傳到車子裡。打開門，我們看到門的下面有一條，這個也是我們做的哦，看起來是不是很像原廠？對啊，門下這個膠條呢，它就可以對應我們側裙，讓我們假如說輪子在滾啊，水是不是會從旁邊濺上來？它的水就不會從這邊傳到車子裡面。那底下的封貼身也可以把它移植掉，所以膠條是一個一江里狗的產品，小小一條卻有很多的功能。那門下的話，它就是4個門都有，因為我們的膠條不僅通過 SGS 認證，連3歲兒童放嘴巴都沒關係，而且我們都是專部位開發，所以每一個部位對應的形狀呢都會不一樣，所以呢它才會很 match， 跟每一台車都可以很適合。那很多人會好奇說，那我們膠條是什麼材質？我們就是用 EPDM， 跟原廠是同材質，不僅適配，做起來又美觀，而且還安全又无毒。像有些膠條啊，它如果沒有標示它是什麼材料，或者說它的來源在哪，很有可能它在太陽底下曝曬啊，會釋放出有毒的氣體。哦，它就沒有耐高溫的功能了。對，像我們都通過耐高溫的檢測，各式各樣檢測都有啊，超過400多項。哇塞！那我們封切介紹完，再來就是氣密。氣密的部分就是跟着原廠去走一圈，去填補門板跟車體端合起來之間的空隙，讓我們車室內整體的氣密性可以有效提升。那封切跟氣密這2大系統加在一起，它們2個可以相輔相成，讓封切色降低，讓氣密性提高，然後也可以達到防塵防水。那我們隔音工程到這邊就結束了。如果你看到這裡也想要幫你的車來升級一下隔音，歡迎底下留言。我們頻道上還有各式各樣的車款，也可以給各位做參考。記得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，說不定下一台就是你的車。